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。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不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。这个我是清楚的。是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，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，咱们俩之间起码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我承认，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。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。
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爸，妈，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棋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哎，爸，对不起啊。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
就别去了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哥，要不麻烦您给劝劝。行，我去看看啊。哎，你们别走，等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，面对大海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到海边来，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就想使劲把这沙子握住，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。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过，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，它就会漏得越快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定会走的。你这不想得挺明白了吗？走吧。但是等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怎么就忘了呢？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地抓住。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？你干嘛要这么想啊？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，别再琢磨这个。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放开我！男人怎么会都这样？这么好的家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？现在想来同情我、可怜我是吧？我不需要。依林，放开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谢谢。哎呦，我说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壮观了，还到处瞎溜达呢？你说我挺着这么大肚子才操心你的事儿，我多仗义啊我！怎么办？依林那边又出状况了，感冒了，没什么大事。你们现在就让他多开心点儿。哎，我说你现在多好一机会，你按兵不动，是不是要把我急死啊？你赶紧出手啊！这会儿出手，是不是有点乘人之危啊？错，这叫雪中送炭。依林姐现在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，也是最怕谈感情的时候，所以你要拿捏有度啊。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搁以前嘛，当然也不难，而现在放在依林身上吧，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。果然是真爱呀！这不是要请你帮忙吗？行，给你支一招啊。你觉得依林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休息、疗伤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啊，我可以给她时间。你说的都对。但是呢，依林姐现在的状态，她很快会走出这一步。我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。这个我已经帮她问好了，会计师事务所，她原来不就是从事务所出来的吗？我想她肯定愿意从那儿再重新开始。哎呦喂，果然是情场高手嘛！啊，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？我看你这婚后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滋润的啊！那是必须的，全是感动，全是惊喜，你就羡慕吧你。哎呀，对我们单身汉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嘚瑟呀？咱点人品。苦啊，像生活一样。
老板娘，哎，依琳姐来了。哎，跟你聊两句。来坐。这么严肃，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我是来找你辞职的。小丽，哎，你去给我沏2杯咖啡。为什么呀？我一直对你挺好的。时间你最自由，提成你最高。那你还这么不厚道？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想回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去上班了。真的？哎呀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还真拦不住你呀。在我们这上班确实有点浪费了。不过啊，你走之前，你得把你手头那资源给我交割了，尤其是大客户，特别是那个韩志杰。你瞧你，就惦记你那点资源。那当然，对你有好处。你的婚事啊，包我身上。哎呦，不用，我的事儿不用您操心，不用。那倒也是，冲你现在的条件呢，那不出2月，排队的人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想，就想带着我儿子好好把日子过好。行，以后有时间了你就常回来看看啊。放心，真有点舍不得你。我准备修身养性，练练毛笔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呵，你是准备把书店搬回家去？差不多了。要考注会啊？注会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考完了，这不是6年都已经没工作过了吗？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，还得重新再学。哎呀，好多呀，就这些吧。行，我来搬。跟你商量件事儿啊。你说。你在我们婚介所的单子，我就转给我们同事了，行吗？不用，本来我对相亲这事儿就没兴趣，你不做了，正好我解脱了。别为了不可能的人耽误时间啊。哎呀，本来呢，我想等你放空一阵子再跟你谈这事儿。现在你既然说起来了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感情这事儿啊，你说了不算，没人能给答案，除了时间。所以我说，让你别耽误时间，这就是答案。我觉得你还是接着继续找吧。走啊。还没睡吧？找我干嘛呀？我正准备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呢。我就想提醒你一下，早点休息。那么多书一下也看不完，别着急。哎呀，6年的差距，再赶不上我就40了。你没问题，我相信你。谢谢韩总的盲目信任啊。你想去四大吗？四大我以前待过，再重复过去的路也没什么意思。而且现在国家有意扶持国内的所，我想还是找一家国内的所吧。长科你愿意去吗？爸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，想问问您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有一次呢，您跟我妈呢吵架，好像还是要闹着离婚似的。好长时间离家出走了，然后呢也没信儿了，也不说给家里来个电话。哎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当时
不想我们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种事儿来了？哎，你不是去谈项目了吗？不是我喝多了，就突然间就想起这事儿来了。别提那半年了，简直是人间地狱啊！你说我怎么能不想你们呢？那些日子，我天天在咱们家的楼下，看着家里的灯灭了我才走。两口子再有大的气儿啊，孩子总是放不下的。那是怎么又想明白了呢？我跟我自己说，忍一忍就丢下了，所以我就一忍再忍，可是忍了半年，我就扛不住了。这时间呢，什么事情都能冲淡，就是孩子，时间越长越想啊。我知道这些年这件事儿，你一直放不下。不是，爸，我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要说放不下，那我妈有可能放不下啊。那什么，行了，我呀不跟您说了，您早点睡觉啊，先挂了。哎，你这大着肚子出来，不怕你们家杨小宝发飙啊？那他这小心脏也太脆弱了吧！哼，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说他呀？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依琳姐从头到脚的打造一遍，让她在新公司啊可以迷倒一片。哟，这也太绿了吧，这不行。你的公司好吗？是韩志杰打的招呼啊？哎，你就不怕韩志杰趁机要挟呀？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？韩志杰挺好的，我现在谁都不考虑。依琳姐，其实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你刚刚离婚，韩志杰呢又是高富帅，如果你真跟他好的话，林伟肯定气死。能不能不提他呀？真是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今天只有1个小时时间，抓紧。我们陪你逛街，你还掐时间？就是，一会儿我事儿多着呢，还得弄头发呢。哎呦喂，你现在对自己也忒好了吧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要从头到脚打造我。再说了，花自己钱，感觉不错，给我放回去。哼，哎，我怎么觉得应该是花别人的钱，感觉特好呢？要是你的话，是喜欢花别人的钱。那是谁呀？在哪儿呢？马阔，保时捷。哎呦，肚子。小韩说让我把这张卡呀给您，说那密码呢就这卡的后4位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现在看病不用钱吗？我不知道，阿姨。不是，他这是想干什么？他安排这些干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阿姨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那你不知道，你还猜不到吗？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过面，他突然给我一张卡，他想干什么呀？他不会是有什么极端的想法吧？哎呦，你说你现在跑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？你现在应该24小时陪在他身边才对呀。不是阿姨，我就是他一朋友，我也不能老守着他呀。哎呀，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，看看他干什么了。没接。哎呀，喂，雨明，怎么了？喂，雨明，怎么了？喂，喂，雨明，怎么了？
老王回来了啊！你这么早就回来啦？有惊喜啊！来喽！天哪！这个婴儿床我喜欢，好可爱啊！这婴儿床我是打7折的时候买的，是样品，在这摆了3个月，跟新的一样，而且甲醛特别少。老公，这些你都什么时候挑的？早就开始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注册了一个母婴网，还注册了一个妈妈网，我跟他们取经验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些衣服全是他们推荐的，你看，小老虎，质量特别好，怎么样？老公，你太棒了！你这样的话，我以后什么都不用操心了。我不说过了吗？你只负责生孩子，剩下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我。只要你想干什么，一声令下，我马上行动。好，那我现在命令你，立刻马上去做饭，宝宝饿了。遵命。那个，少一个。什么味儿？香水儿。坦白从宽。我就是跟依琳姐他们出去溜达了一会儿，然后我看见沈奈尔5号在那儿，那个味道特别好闻，我没控制住，就喷了一点点。昨天你说公司找你开会，你去哪儿了？看电影。说清楚。看电影。看的什么电影啊？暴力街区。你怎么看那么重口味的电影啊？这对孩子……我不是无聊吗？好，别着急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。要不这样，我让我妈来陪你。不要。让你妈妈来陪你。更不要。我妈早就说要来陪我，我没让她来。老公，我以后呢尽量少出去溜达。行了，但是你出去之前必须打电话向我请示。可是你必须批准，你要是不批准的话，我就会生气的。我生气，宝宝就会生气的。你跟我耍赖是不是啊？做饭去。马上做饭。哎呦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妈。哎呦，累吧？来，给我。哎呦。干什么呀？这么高兴？可不是高兴吗？人都说儿子一结婚就惦记媳妇儿，你不一样，孝顺。出趟差还想着妈。说什么呢？您这是？一凡呢？卧室呢？你快去报个到。哎。嘿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销假来了啊？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？你这眼神看得我有点心里头发慌。那你老实交代，干嘛去了？那个杨小宝。这跟杨小宝什么关系啊？是啊，这跟杨小宝没什么关系啊。不是你提的杨小宝吗？是不是你俩串了口供，骗着我，瞒着我，让你去找你小蜜去了？嘿，这话不能瞎说啊！你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呢？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别跟这炸我啊！一脸的心虚，还撒谎。这我撒什么谎？我撒谎？你谁撒谎了？你爱信不信？还真生气了！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？再好的心脏也受不了呀。我不怕，你变得跟我前姐夫一样。你看，哎，
我那天跟你说的话白说了是不是？不能随便对号入座，怎么回事啊？忘记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错了，老公。错了，错了就完了啊？那我以身相许行吗？以身相许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我回来，你也不说啊，给我宽个衣啊，还坐那儿盯着我看，撒谎，有意思吗？戳什么戳？你不说好好的安慰我一下。哎妈，你怎么又不敲门呀？不是，我是急了点儿，就问你那个大闸蟹呢。哎，对了，大闸蟹呢？呀，你的情况呢，韩总都跟我说过了，他们公司的审计呢都是由我们负责的，那么咱们也就开门见山的说吧。在之前呢，你确实很优秀，但你毕竟6年没从事审计工作，那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都得重新来。你看从初级开始，你能接受吗？没有问题。叫审计组的冯娟来一下。经理。哦，这位是冯娟，这位是江依林，以后你就在她这一组了。你好。大家手上的活放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江依林，你们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李明。你好，王芳。你好，我叫何磊。你好，我叫王琦。你好，我叫浩杰。你就坐这儿吧，这是你的位子。哎，期间公司的盘点做了吗？没有。江依林，这事儿就你去办吧，下午就去。哦。喂，您好。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这样，我马上到。李师傅您好。好，你就叫我李伯伯吧。啊，哎，就你一个人啊？哎。啊，好，来吧。哎，工人呢？我们这儿啊，每年都这样，一盘点就剩我一个人了。那就咱们俩呀。没准备吧？我都给你备好了，穿上吧。来，进去吧。这里面可真够冷的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公司也真是的啊，怎么不派几个男的来呀？他们都出去忙去了。你既然是会计，你们公司就该派审核来弄。这会计就是对账。我十项全能。哎呀，你们派一个女的来，你说我不帮一帮吧，这也说不过脸去。谢谢您了，李伯伯。来，阿姨，就这个房间。这房间啊，可能有点小。哦，对了，还没跟您说，那个医院啊，就在附近，咱呢走几分钟就能到。他中午吃什么？哦，这个您甭担心，我妈做完了，我爱人啊送过去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哦，那什么，放心吧，他见了我什么反应，我有心理准备。玉明啊，你找我来，不只想打开他的心结吧？你是不是也不想他再麻烦你了？那个，我倒不怕麻烦，我爱人呢也能理解，就是，那什么，阿姨，
咱时间长，我慢慢跟您说。哎，姑娘，来看看。哎，没错，我就搬走了啊！啊，您先等会儿。啊。怎么了？哟，你的心真细啊！没问题吧？哟，胡伯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老病了，腰间盘突出，不知道哪一个寸节就给我杠上了。哟，那你得多注意休息啊！我觉得这腰间盘突出可能还真不能在这么冷的地儿待着，要不然这样，您出去歇着吧，这儿您就甭管了，您快去吧。哟，大忙人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有我不就行了吗？你忙你的事儿去呗。哎，阿姨，一凡，这是小韩的妈妈，这是我老婆一凡。您好，龙一鸣，你过分了啊！事儿管的也太多了吧？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我来吧。那个小韩，有话呢，你跟妈妈俩人好好说，我们先走了。站住！把他带走。小韩，你为什么要把他带过来？就凭他自己，不可能找到我。你怎么知道他找不着你呢？啊，你妈妈呀一直很关注你的，就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我没这个妈。小韩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你这生着病呢，生气也不好。你妈妈好像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，所以你还是先听她的吧，跟你妈妈好好聊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好好聊。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来，快，快点就去。这又冷又累的，这别把身体折腾坏了。哎，你看这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今儿个就到这儿吧。啊，不行，我里边还没盘多少呢。没事儿，您甭管我，您先去吃饭吧。这一冷一热的，时间长了你受不了。没事儿，我能行，您不用担心我，您先去吃饭吧。吃点东西吧，啊。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，你赶紧回去吧。这次我要在这待一段时间。那你们家吴道老师同意啊？不是分开一天都要死要活的吗？我跟他也离婚了，又一个孩子被抛弃了。我们没要孩子。那你太可惜了，帮人家带了10几年的儿子，到头来还是被父子俩给赶出来了。我说呢，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？我以为到了你现在这个年龄，能理解当时的我了。我理解不了，你也别妄想我能理解你。吃一点啊！你走吧，求你了。我走了，你不还是得麻烦别人？麻烦别人总比看到你好。你现在不是正需要人照顾吗？我从5岁到现在快30岁了，我需要照顾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现在用不起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你也知道，你爸那脾气。别找借口了。我爸
要是脾气好，你就不会跟别人走了。你帮人家带了10几年的孩子，到现在还是被人赶出来了，你自己都没有问题。是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你。我知道，你还是这么恨我。这样，我给你照顾好了，我就走。我也知道，现在你也只有我了。我从来都没有过你。韩总，最近公司颇得您关照啊。嗨，您客气了，是你们公司最近对我很关照。依林在吗？依林不在公司，去精彩公司盘点去了。哦，最近公司活多，大家都在加班，希望您能理解。加班？你们不都是正点下班吗？我们也是老熟人了，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。我有我的原则，不管人从哪儿来，我都得试试他的成色。不合格的话，过了试用期我照样退。我跟您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也了解您的为人，希望您能理解。完全没问题。姑娘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咱是给人打工的，不是给人卖命的，手都冻红了。就我一个人，我看这进度我3天都弄不完。你3天就想弄完啊？去年2个小伙子都花了3天时间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能和2个小伙子比呀？哎呀，我这刚是从冻库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零下24度，头一回体会。没事儿，那你就别担心我。哎，我告诉你这事儿，你千万不能跟咱爸说啊，也就是几天的事儿。哎，那个放心吧，一个下马威吓不到我。冷冻库里面待时间太长也容易感冒，不然明天你让那冯娟多派几个人帮你吧。别啊，千万别，你们谁都不许来。告诉你，就是他们呀，就是欺负我是新来的。其实呢，来点狠的我根本就不怕，怕就怕那种啊，表面对你不错，背后捅刀子的。行了，不用担心我啊。刚给我姐打电话啊，他现在被他们领导派到冷冻库去盘点，折腾坏了都。哎呀，这只能说呀，万事呢开头难，慢慢就好了啊。小韩晚饭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刚吃的。是啊。哎，你上次说因为项目出差，是不是去找他妈去了？你怎么跟我说实话呢？那不是我怕你小心眼嘛，是吧？再者说了啊，我是真想找个人来照顾他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这……你自己说，你这是为了什么？你看他对他妈那态度，他能接受他妈吗？非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惹他。其实我一直认为啊，小韩这状态呢，不是他的常态。我甚至觉得说呢，他如果好了，能走了，他对我这份依赖呢，自然也就解开了，接着就出去疯去了。可我听他说完那些话之后，是，我知道你现在呢，也不会介意，我也相信呢，你会尽最大的努力呢去理解。但是我觉得这么下去吧，对咱俩的关系不太好。那你上次说不能当小韩唯一可以依赖的人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人小韩会不会认为是你抛弃他了？他那么聪明，他肯定想得到为什么。那就只能啊，让他慢慢理解吧。
而且我认为，现在呢是让他跟他妈和好最好的机会了。哎，如果这心结能解开了，他没准就能换一个新的活法呢。也是哈。美女，真漂亮，出来啊，美女！怎么了？滚！怎么了？滚！走吧。你怎么在那儿啊？赶巧了呗，缘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吓坏了，有点儿。那就别回来那么晚。不行，找个人帮忙，干嘛那么拼命啊？人公司本来就不想你们事务所去查账，你还真往上冲，那是女同志干的活吗？你以为你北极熊呢？又壮又抗冻。长科不是你给介绍去的吗？大家伙都等着看我是不是花瓶呢。这是第一个任务，我要完成不了，那不也给你栽面吗？哎，别，您千万别考虑我的面子，我这真无所谓。你要真累出个好歹来，我还追悔莫及呢。啊，没吃饭吧？面包和牛奶，这是那个感冒药，还有冻伤膏。谢了。客气。早点回去吧，我也得回去把今天的工作整理一下呢。别再整理了，洗个热水澡，早点睡觉。感情这事儿啊，你说了不算，谁都给不了答案，除了时间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不是没事儿吗？我也来活动活动，出出汗。你是要准备申请好人卡吗？我想申请一张钻石级别的，你这太薄了，穿这个吧，这个厚。谢谢啊。你回去吧，真不用你陪。那你要再碰到昨天那样的情况怎么办？我哪有那么幸运啊？你以为那种事儿是能天天都碰上的？那也不成，你要冻病了耽误工作，这不也丢我面子？姜汤。走。帮你擦擦脚啊。还疼吗？丁阿姨，多少钱1小时？
按护工的价，多少钱1小时？10块20块的，你就看着给吧。那麻烦你帮我把垃圾倒一下吧。好，好，好。他还不接受他妈妈吗？我看您还行，他妈妈在的时候，反正他也能吃饭了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阿姨。开门啊！开门，小韩。阿姨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不知道拿什么拴上了，死活就打不开。小韩，小韩，开门，小韩。你让他走。不是，我不走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以为这样你就是我妈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恨你。小韩，记得小时候，大冬天的，我在你们家门口等你，一等就是1天，你从来都没有理过我。现在你回来了，逼着我原谅你，凭什么？阿姨，你让他把话说完吧。别再给我揉脚送饭了，别再让我习惯了你之后，你转身又走了。我还是过没有你的生活比较好。我现在是成年人，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了。小韩，我这次真的不走了。我不信。笑什么呢？又有八卦？那个韩志杰问姐要好人卡啊？韩总为了追求咱们的依琳姐，亲自跑到冻库帮她搬东西，还自带了羽绒服、姜汤、感冒药、冻伤膏。不是吧？他一老总帮你去搬东西，这就是爱呀！行了行了，都别再八卦了啊！赶紧替我想想办法，怎么能让韩志杰不再这么做了？我有个办法。说，就是顺其自然的剧情啊！什么呀？我姐要的不是这种剧情。对，依琳姐需要的是霸道总裁的剧情。依琳姐，你说这么浪漫的剧情都落在你身上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这种剧情只适合小妹妹，不适合我。我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我只想怎么安排好我跟小莫的生活，其他的剧情坚决不会上演。别呀！韩志杰条件多好啊！就是，单身，经济优越，阅历还丰富，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呀。没错，他就是新时代的万能保险箱，只要你拿着钥匙打开它，你的后半生就衣食无忧了。从现在到将来，我要靠的是我自己。我赞成。现在要再开始有点太快了。再者说了，就算你愿意，那小莫也不愿意啊。我不赞成。只要你下定决心，小莫迟早会接受的。我下定什么决心啊？韩志杰根本就不适合我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老实说，韩志杰这样，难道你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吗？我现在不想谈情说爱，我知道我要什么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就不陪你们八卦了。姐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一步啊。哎，你什么人呀？把我们约出来自己跑了？喂。哎，宝宝，你说这韩志杰到底有戏没戏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我看依琳姐对他成见挺大的。那怎么办呀？不管怎么办，咱俩都得撮合他们呀。老公，你以后能不能把工作都放在家里做呀？那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了？我们单位有一个小乔，她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她老公就天天在家陪着她，把所有工作都放在家里做了。小乔啊？
老公，真不行。老公，真不方便。方便，明天就跟咱哥说，咱就在家里办公。老公，你说咱们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管他男孩女孩呢，哎，我都想好了，要是女儿呢，咱们就叫她圆圆；如果要是儿子呢，就叫圈圈。屁！哎呀，完了，宝贝儿啊，赶紧把耳朵捂上啊！刚才妈妈说脏话了，咱不学啊，咱不学。不，对不起啊，妈妈该打。该不该？该。阿姨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韩让我带他出来买2件衣服，我上趟厕所，这功夫人就不见了，什么身份证啊、钱包什么都在他那儿，什么都没有。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您别着急，我给他打。小韩，你在哪儿呢？这是上个月的，这条是你做的吧？看你怎么做的，这也是你做的吧？怎么搞的你？冯姐，重新做。冯姐，这是期限公司的盘点结果和流水账目。行了，等一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分析，这2天就得把结果报上去，辛苦了。对，是我让护工带我回来的。你的钱包、银行卡什么的，刚才我交个快递给你寄回家了。这是身份证和火车票，你回去吧。小海，你非得要这样吗？是你非得这样。那什么，阿姨，这样，您呀，先坐一会儿，我带他呀下楼转悠转悠去啊。不觉着你今天做的有点过分吗？如果今天他的手机也放在包里，让你一块儿给寄走了，他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哎，他要是走丢了怎么办？啊？满大街都是派出所。派出所？谁去接？让你去你去吗？让我去？他连我电话号码都没有，你让他怎么办？随便。不是小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管不着。我是管不着，我是不想再看着你们互相折磨下去了。你别说了，小韩，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不能再这么纵容你下去了。你纵容我？王玉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，你以为我只是反抗我妈？你越是希望我们俩好，我就越反抗你。小韩，我只能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是谁说的？永远都不会放弃我。我现在也没说要放弃你啊。你别解释了。你可以消失，你可以不来医院，你可以不跟我联系，我不会主动找你的。你现在用这种方式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捡了一只流浪狗，临走之前，给它放了一把狗粮。你既然要走，你干嘛不走得干脆一点儿？我没有说过我要走。那一天你跟一凡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可以一直陪着你，而且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有些事情我给不了也做不到，我是怕你
怕你陷进去。